快追上去！该死，一个没看住就让他跑了。救命！爸爸，神啊，救我！我要死了吗？不，我不想死。谁能来救救我？我什么都愿意做的。你当真什么都愿意做？这声音是上天吗？啊，对，是的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那你愿意当我的徒弟吗？徒弟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好，2000年了，老子终于收购1000个徒弟了。小女金世轩，多谢这位大人相助，感谢您救命之恩。别叫大人，叫师傅。哎，你没听说过通天大能神迷的称号吗？这个没有。那齐天大圣呢？这个全世界人都知道，孙悟空。那就对了。哎，知道吗？其实当年孙悟空不是一个人的，而是和我一起的。啊？什么？为师在山下待了2000年，我这段时间呢，也收过不少徒弟，像什么诸葛亮啊、钟馗、铁拐李、白素贞、济公、张三丰。听说他们出山以后，也闯出了一些门道。哎，你有听说过你的这些师兄师姐吗？大致有所耳闻。哎，话说回来，徒儿，刚才那些追你的人似乎不是常人，而是颇有身手的武林高手吧？师傅，我家是西城首富，树敌太多，数不清了。那些人也不过是奉命勒索绑架而已。什么？堂堂武林人士出来勒索绑架？岂有此理！难道如今的名门正派不管了吗？唉，也没办法。今年前，金武门的云若凡门长因为赌约比武失败而被迫闭关，金武门上下都不再出事，赚道势力群龙无首，邪门歪道这才大肆猖獗。哎，等等，你说谁？云若凡？对啊，云若凡云门长，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不到20岁就成为了全国当之无愧的武林第一，史上最年轻的武林盟主，人送外号云仙子。云若凡，门长还仙子，这不是我10多年前收的小徒弟吗？没想到今天倒是有出息了啊！既然这样，就好办了。走吧，去找云若凡，让他重新出山，整治江湖。只要把我的名字报出去，保证他立刻就来见我。这几年来，不知道多少名门正派的掌门都去请了云门长出山，可所有人连他的面都见不着，哪有这么容易？师傅，今天外面又来了不少人求见，其中有不少达官显贵和正道魁首。不见，告诉他们，不管是谁来了，我通通不见。疯子，不是，师傅，前面就是精武门了。嚯，好多人围着呢，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华山掌门求见，望云仙子出山，重整大局。崆峒掌门求见，求云仙子领导正派，消灭邪魔势力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只有云门长才有足够的威望统领正派，只有他才能够解决当今武林乱象。哼，都怪那个阿诺空手道之前耍阴招、使暗算、作弊，逼迫云门长立下闭门不出的赌约。哼，输一次就道心破碎，前功尽弃，这把我的教诲放到哪里去了？看样子我真得修正他了。唉，这师傅救了我，心不坏，就是太爱吹牛了。等等，他要干嘛？坏了，他是真的不跳黄河不死心吗？云若凡，赶紧滚出来见我！混账，哪来的野小子，居然敢在精武门前对云仙子出言不逊！什么？就连五岳剑派
和少林长老都对云仙子敬重有加，你什么货色，居然在此喧哗，不要命了！来人呐，收拾他！是师傅。喂，小子，你是从哪家疯人院跑出来的？还敢向云仙子喊话？赶紧下跪，给云仙子磕头道歉！我倒觉得你们更像是疯子。让我给云若凡道歉，他有这个胆子吗？怕不是跪着求我教训他呢？你当真是疯了？教训云仙子，能教训他的人可还没出生呢。别人或许没有资格，但唯独我有。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大放厥词！我是谁？我是他师父。师傅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这毛头小子居然敢自称是云仙子的师傅，你是做梦没睡醒吗？据说云仙子的师尊乃是隐居深山多年的绝世高人，想必已经好几百岁了。哼，就你这后生还想冒充？要我说也正好，听说云仙子极其尊敬他师傅，我现在就替云仙子收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冒牌货。臭小子，听我一句劝，现在赶紧跪下来磕头道歉还来得及，不然……你们想借云若凡不讨好我就罢了，还想对我动手？这样吧，你们跪下来，挨个对我磕头，谁磕得多，我带谁去见云若凡，如何？谁人敢在精武门前放肆，辱我师尊？小师妹，就是那个疯子。就是你口出狂言吗？胆敢辱我师尊，我绝不饶你！快给我滚！让我滚？云若凡就是这么教你尊师重道的？果然是个疯子！看招！这怎么可能？挣脱不开！你学的是云丫头的流云拳吧？可惜你功夫不到家。这样吧，我也不为难你，你进去给我传话，就说通天至圣沉迷到访，让云若凡在100个数以内给我滚出来。师父，午夜剑派和昆仑派掌门都发来请求，想见你一面，请师父出山。没兴趣，不见。师父，地区首富也发消息，他说在环球酒店最顶层包场了，想请您赏脸吃个饭。也没兴趣，叫他滚。也是，我们师父何许人也？这些庸人居然也敢来求见。你们记住了，我闭关的这段时间，谁也不见。师父，外面有个疯子要见您。现在这年头，什么人都敢来求见师父，也不知道他的脸皮是怎么长的。师妹，你还不赶快把他赶走？可是他说话极其难听，不仅骂您，还要您在100个数以内给他滚出去。哼，哗众取宠、惹人注目的小丑罢了。师父，不用您费心，弟子这就出去教训那个找死的家伙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了。哈，太好了，肯定可以把那个叫陈迷的混蛋狠狠地教训一顿，让他这辈子都不敢靠近咱们精武门。等等，什么？你说那人叫什么？师父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说那人叫什么？他自称是陈迷，还说自己是什么通天至圣。我拜入师父门下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到他这般模样。哈哈，你彻底玩完了！没想到云仙子居然亲自出来收拾你。哇，没想到今天居然真的能见到云仙子本人，果然是美若天仙啊！云仙子，您可别脏了玉手，只要您一开口，我立刻就把那个口出不逊的小子浑身打断，让他在床上躺一辈子。你便是那个自称通天圣体沉迷的人。对呀，怎么样，云丫头，想不想师傅啊？云丫头以前是最粘人、最喜欢撒娇的，难得见面，就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好了。大胆毛贼！我师尊乃是绝世山灵，1000年以来也不曾出世，你是哪里来的冒牌货？我就知道，
完了完了，吹牛被现场抓获了。哎，早知道就不该带师傅来这里的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我不知你是从哪里打听到我师尊名号，但你竟然敢顶着我师尊的名号招摇撞骗，罪该万死！我今日绝不轻饶你！哈，坏了！我想起来了，以前教徒弟时，本体被压在山下，只能用灵体出去晃荡。这还是云丫头第一次见到我肉身。云仙子彻底愤怒了。什么？云仙子要出手了？今天不仅能一睹芳容，还得现场观摩云仙子的武功。今天真是幸运。没办法了，只能稍微活动筋骨，让这丫头的身体认出来我到底是谁吧。接招吧！胆敢冒充我师父的小小之徒，我定会让你后悔万分。云仙子出手了，不愧是大夏第一高手，好快，好刁钻的拳路。臭云丫头，10多年了也没点长进，起手还是一模一样的老套路。什么？躲过了？看样子这人有些本事，不过他躲闪和反击的方式，这感觉好奇怪，不是疼，只是好熟悉。当真是一模一样。既然如此，也就别怪为师用相同的套路来收拾你了。啊！这流氓居然敢摸门长的脑袋！门长一定会彻底发飙杀了他的。啊！什么？又躲开了？而且好奇怪，这种感觉越来越熟悉。他的动作并不伤人，只是半引导、半调戏，而且这打的位置都和跟师傅练武时一模一样。难道？差不多该结尾了。当年每次练武时，最后都是这个。没事吧，阿云？需要我拉你吗？没事吧，阿云？需要我拉你吗？师尊，当真是你？您出山了？是啊，时隔2000年，为师终于出山了。傻丫头，你也不先想想，这天上天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有胆子冒充你师父的名号？师尊，恭喜您出世，弟子一直好想念您。云丫头，你现在谱大了呀，大夏第一高手，我想见你都这么麻烦。是，不孝弟子云若凡，不知师尊大驾光临，请师父先允许我为您庆贺出山，再重重罚我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个疯子居然真的是云仙子的师傅！一向如高冷之花的云仙子，神功无止的梦中情人，居然在他面前痛哭流涕、投怀送抱，还撒娇，这我做梦也不敢想啊！什么？云仙子居然真的是他的徒弟？师傅他居然没有吹牛！精武门众弟子听令，此人乃我师尊，尔等师祖，快行礼，绝不可怠慢。师祖，弟子迎接不周，请师尊恕罪。好，我这徒子徒孙倒也懂些礼数。至于这些闲杂人等，陈大仙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刚才对您不敬，求您大人大量，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你们竟然对我师尊不敬！精武门弟子听令，把这群混蛋赶出去，永世不可靠近精武门半步。年轻人，你当真是云仙子的师傅？不曾有假。一个玻璃心丫头的师傅，有什么假冒的必要吗？既然如此，陈先生，陈大师，可否拜托您，让云仙子重新出山？不急，我这次正是为此事前来。阿云，当年我和你聊过许多师兄师姐的故事，其中你蜘蛛仙毕师兄曾经说过，能遇大则遇众，你可曾忘了？师尊教诲，弟子不敢忘。我看你是全部都还给我了，你倒是告诉我，为什么仅仅一个赌约就自封手脚，弃天下苍生于不顾，放任着江湖武林一通乱象？弟子不敢，弟子只是怕言而失信，背弃诺言会被师门烧入门灰。哼，愚钝！
不知变通。罢了罢了，此事也不能全怪你。我听说那英国人不仅诱骗你立下赌约，比武时还偷偷作弊。既然如此，最难受的人想必并非他人，而是你自己吧？师尊，弟子心里委屈。好，你尽管放心，为师这次来就是替你摆平这委屈。谢师尊。话说回来，阿云，当初你是怎么输给那些人的？回师尊，对手是国外最大的阿诺空手道，他们背后有第一医药军工企业斯塔克科技提供了大量禁药，什么类固醇，什么可卡因，全部都当饭吃。喝药的？我当年在天上和太上老君关系好，把各种仙丹当零食吃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虽然说是空手道，但却仅限字面意义上的手上不拿武器而已，并不包含身上装的赛博一体。那又是些什么鬼东西啊？那是最近几年新出现的技术，可以将人的手脚器官替换为钢铁，同时在其内部塞下刀剑枪炮，改造程度最大的，说是一个移动的武器库都不为过。师父，弟子惭愧，在之前的比赛之后，弟子复盘过很多次，不管怎么修行，弟子都没有信心能够完全战胜他们，恐怕……怕什么？不过是群借助外物的邪门歪道而已。之前就算了，现在为师都在这里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？是师尊。你先重新出山，把大夏武林的问题给整治好。晚些时候，我们去给那什么阿诺空手道下战帖，把场子找回来。老板，我收到最新消息，之前那个大夏门派又来向我们挑战了。大夏人还真是死皮赖脸，他们之前在我们的一体金刚面前毫无抵抗之力，现在居然还敢再次挑战，简直不自量力。是我准备这次全力以赴，彻彻底底的打败他们，告诉世人那种锻炼方式早就过时了，我们的药物注射和一体改造才是人类的未来。好，这可是再好不过的宣传机会，你可要好好干，别让我失望。是。我国第一武术高手精武门云若凡门长1个月前决定重出江湖，作为武林盟主整治武林。在云门长的神威之下，曾经嚣张肆虐的魔派邪教如春风般消失不见，大夏武林的治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好耶，云仙子牛逼！而今天云门长将率领精武门与 M 国的阿诺空手道馆再战一场。太好了，云仙子终于出手了，那群作弊的家伙，这次云门长一定要报仇雪恨，一雪前耻。好耶，云仙子太牛了！可是那群人又是嗑药又是钢铁一体的，到底该怎么对付呢？听说他们最近火力又升级了，就算是云仙子也未必能对付得了啊。哈哈，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？据小道消息，前不久云仙子的师傅出现了，说是要来重新指点云仙子。现在云仙子的实力绝对是今非昔比，哼，就让那群铁皮佬走着瞧吧。之前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练到瓶颈，往后10年都再难有1寸进步，没想到这1个月里，师尊只是稍微指点，居然便有了那么多的提升。早知道当年就不该下山，在师尊身边学习一辈子该多好啊！哟，阿云，马上就要上场比武了，还这么用功啊？啊！师尊，这次弟子一定会克敌制胜，不辱师门。放轻松，放轻松。天界的武功虽然教不了你，但凡阶的顶级武术你已经学得差不多了。什么机枪坦克的，现在都拿你没办法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这一次比试是5局3胜，也就是说至少要打3场。这3场你决定全都自己上？是，有师尊指点，莫说3场，就算是10个人，我也有信心将他们一举打败。现在上场的是万众瞩目的云若凡云仙子。据说前不久云仙子重获恩师指点，实力突飞猛进。
不知他今日是否能够一雪前耻呢？加油，云仙子，我们支持你，把铁皮佬打得落花流水。现在上场的是阿诺空手道馆第3席帕特里克，他是一名高度改造人，全身所有的器官都替换为了赛博一体。而在此之前，他已经打败诸多武者，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2000次连胜，是全球前10的武术高手。全身一体改造，他身上还有多少原装的呀？怕不是身上所有的肉都不够炒2盘菜的。2000次连胜，这么夸张的战绩，这算他一天打3场，全年不休也得打3年啊！别怕，云仙子绝不会输给他的，加油啊，云仙子！呵呵，云若凡，之前这个大夏女人或许还会让我忌惮几分，不过现在嘛，嘿嘿。帕特里克，这便是老板为我们提供的最新议题，你感觉如何？这就是最新3.0版本的赛博一体，好厉害！我感觉我的实力比过去强了好几倍，不是好几10倍。一跳飞上高楼，一拳打爆坦克，就像没什么是我做不到的。这一次与精武门的决战，我派你为先锋。如果能将他们国一穿3，下次一体升级我的机会，我也优先留给你，如何？哈哈哈，没问题，馆主。这次用不着你和副馆主出手，你们就安稳的在台下坐着，看我把这群老古板干穿吧。呵呵，大夏女人都什么年代，还在传体健身？现在想练起来，科技与狠活才是硬道理。你做好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再次惨败的准备了吗？多说无益，来吧。那么我宣布，第1场比赛正式开始。来吧，面对我！好快，根本看不清他的动作。云仙子没事吧？帕特利克还真是个急性子，一上来就全力以赴，倒也真给人家省事。看样子用不着人家对付那个手下败将的女人了。走吧，我们去开杯香槟，庆祝我们赖古纯之神彻底战胜了这些古板的武术。等等，什么？裁判，可以宣判比赛结果了。第一场比赛结束，胜者云若凡门长。好啊！云若凡门长赢了，云仙子牛逼！呵，吓死我了！刚才看那铁皮佬冲那么快，哎，我还以为云仙子凶多吉少了呢。冲动快有什么用？一个回合不，半个回合不，半秒钟，云仙子只用了半秒钟就把他给秒杀了。什么第3系骑士？我看呀，就算是他们所有人加起来，也打不过云仙子一根手指头。云仙子无敌！师傅，刚才师姐的动作是？那叫太极拳，是你们一名叫做张三丰的师兄研究出来的拳法，能够借力打力，对付这些刚猛的敌人，最合适不过了。啊，张三丰，那不是传说中的武当师祖吗？这么厉害的人物，居然也是您徒弟吗？厉害屁嘞！那小子分明是几界里最差的一个，好吧？论武术不如独孤求败，论道法不如吕洞宾，不然也不至于花200年时间才成仙。这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可利特居然输了，不仅输了，甚至连成1回合都做不到吗？团长，我听说大夏有种叫借力打力的功夫，帕特利克肯定冲太快，被这种功夫给打败了。放心吧，只要我们小心出手，不给他借力的机会，他是没机会打败我们的。馆主，第2场就交给人家吧，人家一定会打败那个手下败将，带回完美的胜利。放心吧，团长，人家已经想到对策了，保证万无一失。确实，你说的没错，是我太着急了。经过这么多次的改造，我们的肉体早就刀枪不入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拳头只能给我们刮痧，只要小心应对，他们是无论如何也赢不了的。好，就交给你了，千万别轻敌，小心大夏人的借力打力。
第2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下一个上场的是阿诺空手道道馆的副馆主巴托拉。糟了，是巴托拉！怎么了？这个人很厉害吗？不是厉不厉害的问题，前几年云仙子与阿诺空手道馆交手，就是败在了这个人手下。什么？那岂不是很糟糕？云仙子她能顶得住吗？哼哼，就等着他呢。这个人打败师姐一次就得瑟上天了，天天在采访里吹嘘，我早就看他不爽了。现在的师姐绝对能秒杀他，对不对啊，师傅？怪了，这个人我好像看不穿啊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难道说这个人很危险，连您都看不穿？对呀，我看不穿，完全看不穿。啊，糟了，您都对付不了他吗？这可怎么办？这样师姐岂不是很危险？无论怎么看，我都看不穿，这个人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啊？我看那人元神阴阳混杂，7魂6魄，一会儿阴一会儿阳，就算是以前的太监，也没有那么复杂的元神。他到底什么性别？这个师祖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可能是武装直升机吧。他们国家有几百种性别呢。哎呦，别说您了，就连他们自己都分不清楚。啥？人性无非阴阳2种，几百种性别是怎么对出来的？根据晋升时切割的比例来算吗？谁知道他们脑回路是怎么想的呢？反正 M 国人现在特流行变性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有。阴阳不定，社会不稳，这国家怕是没个几年了。嘿嘿嘿，手下败将有没有想人家呀？不说话装高手吗？切，真没趣。不过没关系，人家已经想到了该怎么对付你了。那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人家全身每一寸肌肉都是由钢铁组成的，凭你那孱弱的肉身根本打不动我，而我不给你借力打力的机会，只需等你刮痧刮累了，胜利自然就是人家的了。变身防御姿态，完全被动防御嘛。虽然简单了些，但确实是对付借力打力最合适的方法。巴托拉还挺有脑子的嘛。怎么样？你来打我呀？来打我呀！你不会是怕拳头打在我身上疼吧？那就乖乖痛恨你的肉身比不上人家完美的钢铁之躯吧。师祖，除了性别深不见底以外，那个人还有别的什么威胁吗？那就没什么了。你还有个师伯叫赵匡胤，他发明过一套名为大力金刚掌的武功，最擅长破甲。此招一出，不管多厚实的铁甲都能被一下轰飞。来呀，来呀！你打我呀！你打我呀！好啊。裁判，又可以宣判比赛结果了。第2场比赛结束，胜者云若凡门长。瞧吧，就像这样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区区老古板武术，哪可能击破我们的钢铁之躯？不可能，我绝对不承认！哼，瞧瞧，这就是你说的万无一失的胜利。你可知道，为了这次比赛给你们换新的液体和新的药物花了多少钱？你就拿这种结果来回报我，真是废物！老板，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我亲自上阵，一定把云若凡拿下。怎么，你的一体装甲比前2个废物要更坚硬吗？事到如今，你凭什么说你能打败？这个，幸好这次准备了机动战甲，本来还以为没有必要，现在看样子
是他上场的时候。啊，太好了，老板！有几等战卡在，我一定会一雪前耻，为您取得胜利。我有说过给你。什么？你还有你的那群废物，都已经没用了。现在就把我给你们的所有东西还回来，自生自灭去吧！我云若寒，接着自然失去。天哪！观众朋友们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云仙子2战2胜，并且2次都仅仅只用了1个回合就秒杀了对方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就算对方的馆主上来，也撑不过10秒。云仙无敌，云仙无敌！哈哈，不要奖励老们，正道投降吧！接下来，阿诺空手道道馆最后的选手是馆主。观众朋友们，阿诺空手道馆那里好像发生了特殊情况，下一场战斗不再将由馆主出战，而是……快看，那个是什么？我是斯塔克科技的老板，接下来由我亲自助终结这场比赛。那是什么？铠甲、机甲？我知道，那是斯塔克科技最新研发的机动战甲，据说搭配了所有先进的武器，只需要1台就能毁灭一个小国家。什么鬼玩意儿？之前就算了，现在跟已经完全和空手道没有关系了。这群人作弊，敢再放肆一点吗？林仙子再厉害，只是个人类啊，这玩意儿怎么打？请。不愧是大夏第一高手，这就是你们所说的，真是了不起。很遗憾，来自老佛反过都的宗师，我这美德之小。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突然感觉自己浑身都没有力气了。可恶！你小人！现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机甲身上，根本没有人发现先前安排。再见，老夏宗师！糟了，云门长直接命中，这下云门长输不起少了呀！师傅，是他！师傅呢？待会儿面对采访，广告词要说些什么？师尊，乔爸，上课又没听讲是吧？我之前是不是教过你要多长几个心眼？打架时不仅要盯着前面的，更要盯着后面的。以前我和孙猴子打架，那家伙分身起来漫天都是，要是不顾全身后，鬼知道得被他那棒子敲多少次啊！师尊教训的是师祖，师祖，我师傅他麻痹之毒而已，你扶他下去休息一下就好。那您呢？那还用说吗？当然是去替不孝弟子找回场子。什么？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场上的？他又是怎么挡下我的攻击的？莫非战甲的武器和探测系统都出了故障了？不可能！第3场比赛结束，塔斯克总裁获胜。因为云门长受伤，所以接下来精武门一方由通天至圣陈迷出战。通天至圣陈迷，好傻逼的称号和名字，这人是谁啊？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蠢货，这可是云门长的师傅，不出世的世外高人。多亏了他的劝说，云门长才决定出山的。什么？师傅？这么个年轻人，我看着还没我大呀，没问题吧？你刚才是怎么做到的？什么？发射的导弹速度足足2马赫，威力可以连炸掉2座高楼大厦。你是怎么挡下来还毫发无伤的？这不可能！人类不可能做到这种事情的，就连我们公司做的赛博改造人也办不到。这个嘛，倒也确实，面对这种级别的武器，一般人确实没办法抵抗了。我就知道不可能，一定是你耍了什么魔术把戏，骗过了我的传感系统。受死吧！这一次你可没那么好运了。请问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人了？让我瞧瞧，夏三滥，你除了耍阴招，正面战斗的水平如何？这不可能，这是完全没命中。
这哪里来的怪物？真的是人类吗？好像说过，它确实不是人类。既然如此，那它到底是什么？哟，你这乌龟壳还真硬啊！都打了这么半天，还是没什么破损。幸好，因为怕疼，所以他科研部门把战甲的防御性拉满了。看样子，哪怕是这个怪物，也没有办法轻易破坏。放心，这可是由朕亲自造的最新科技结冰无限的碎片，核弹来了，击穿不了的。你的战甲做工确实很了不起，至少当今人世间恐怕很少有破坏它的办法。但是，老子当初在天上拆过几万个天兵天将的神铠，你这点破烂算个什么？好痛，好痛！可恶啊，可恶！你这混蛋，竟然敢踢我！我可是斯塔克！哎，除了这个铁盒子，你还有什么小玩具吗？拿出来给我见识下呗。克里斯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东西本来还没研发完，没打算投入实战的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你们快看，外面有什么东西冲进来了！这是什么钢铁怪物？别说打过他了，他就算站在那里让人用拳头打，也恐怕1个月都打不完啊！快逃啊！这种东西打起架来，我们一个不小心就没命了。就让我再多听底层原始人们的叫吧。个头还挺高啊，差不多能打到巨灵神膝盖了。逃不逃跑了？快，承认你很厉害，但是。莱顿王赛博坦的战力是机动战甲的上100倍，你赤手空拳，那是不可能。也是，一直空着手打架，好像确实没什么意思。那猴子把定海神针刷得全世界有名，我也应该把自己的老家伙搬出来试试。那是材质分析，材质不分析，这怎么可能？通天尺，这是我当年在玉帝宝库里翻到的，和打神鞭、封神榜一个水平的玩意儿。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不科学，不赛博，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管问问吧。我知道了，你不是人。比武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依旧没有人能说得清楚。传闻中犹如擎天之柱的超级机器人依然不见踪影，据说其似乎是在一瞬间完全被毁灭，连一点炸资都不剩。此事目前似乎只能用神迹来解释。师尊，莫非您是用了那把尺子？通天尺，我当时直接将那一大块铁皮整个杀死，打包送到地府里去了。哎，这一大堆破烂是哪个王八蛋送下来的？老子这里是地府，不是大型垃圾回收站。大王，这个是通天，既然是那位，那就没办法了呢。小的们，把这东西处理了。为师在山里憋了2000年，出来想到处逛逛，见见你其他几个同门。是师尊，我这几位当代同门是男是女？大部分都是男的，几十年前收的。怎么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哎呀，没什么，只是徒儿的一点小心思。等您看完他们，欢迎您随时回来找我。师傅，您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三皇五帝、封神大战、神话时代，这些故事也太有意思了。当然是真的。皇帝大战蚩尤时，为师还在场呢。可惜啊，几千年过去了，那些历史也差不多要被凡人给遗忘完了。一不小心睡着了，梦到了好怀念的事情。熊教授，演讲马上要开始了，我马上来。
观众朋友们，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夏考古界的泰斗熊科教授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大夏历史上那些精妙神奇的机械发明。张衡的地震仪，诸葛亮的木牛流马，都是历史上璀璨的科技结晶。今天我们将什么璀璨的科技结晶？那些都是传说，什么假货？这位同学，请问你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啊！什么地震仪，什么木牛流马，都是大夏学者编造出来的假货，是伪史。这位同学，请不要口出狂言，那些发明只不过是暂时失传了而已，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是杜撰的。当然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们是真实存在的。有种你就拿出实物来看看，让我看看，我就相信你。就是，你要说他们是存在的，那就拿出实物来看看呀。那么神奇的东西，古代大夏人怎么可能造得出来呀？肯定是大夏学者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编出来的。就是，别说几个发明了，指不定整个史书都是他们编出来的。你们，那是所罗门学会的徽章，那个一直主张大夏唯史论的学会。原来如此，这群家伙是专门来给我捣乱的。保安，快把这群家伙赶出去！哇哦，大教授道理说不过，开始动手赶人了啊！大泰斗，急了！别忘了，记者们可是拍着的，你就尽管赶我们走吧。我们已经开始期待明天的新闻标题了。该死，这群碰瓷儿的王八蛋！这里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把食物掏出来摆在他们面前。可不管是木牛流马还是地动仪，都失传已久，我上哪找食物去啊？哎呀，随便瞎逛逛，没想到顺风耳听到了有趣的事情。没办法，给徒弟擦屁股也是师傅的工作责任。又是来捣乱的，快把他插出去！那个人是……保安，停下，都别动他！师傅，师傅，我的耳朵不会出问题了吧？熊教授可是历史界的超级大拿，那个年轻人居然是他师傅。哼，我看熊大师也是老眼昏花了，不仅能看出假的史书，还把路边的毛头小子当成了师傅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为师难得出山，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，顺便帮一些不长眼的长长见识。你刚才是不是说过，除非见到实物，不然绝对不承认木牛流马和地动仪？对呀，有本事你把实物找出来给我们看看呢。好，那赶紧睁大你的狗眼，今天我就带你们见见世面。这是什么？我刚才眼花了，师傅，这个是……当年你诸葛师兄研究木牛流马时，我也没少指点他。他成功后，将第一个成品送给了我当纪念，也就是这个木牛流马0号奖。哇，这真的是木牛流马，和史书上记载的一模一样。肯定是用现代科技制造的仿制品罢了。还不服啊？熊子，有什么办法能够证明它是多少年前的吗？没问题，师傅，我在实验室里有种机器，可以精准测出它是多少年前的。我现在就喊人去把它搬过来。检测结果推测该物诞生于公元后190年至210年之间。公元后190年？那不就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存在的时代吗？这木牛流马是真的，这不可能！古代大夏人怎么可能做得出这种神奇机械？怎么还不承认啊？你刚才不是说过我拿出实物来就给我磕头的吗？我混蛋！你给我记住！这位大师，请问您是在哪里找到的这台木牛流马？大师，我也有问题，请问地动仪？不好意思，一概不答。我只是来找我徒弟的。熊子，我们换个清静点的地方。是，师傅。哎，你小子也是出息了啊！一个文科大学教授居然能享用这么大的办公室，混得不赖嘛？
都是师傅教导的好，而且我也没那功夫去享受啊。大多数时候都是带学生们跑野外找历史遗迹，就想着什么时候能证明当年师傅您给我讲的那些故事。话说回来，今天砸你场子的那都是些什么人啊？他们是一个叫所罗门学会的人，是国外一个专门研究历史的学会。这群人最近讹上了我，到处宣扬他们什么大夏唯史论，说咱们5000年历史都是编出来的，夏朝根本不存在，简直一派胡言。唯史论？这群外国人自己的历史不好好研究，来缠着我们干嘛？他们历史短，有什么好研究的？那群人就是嫉妒咱们历史悠久，就想方设法的想要缩短我们的历史，好显得我们不如他们。那他们肯定是白用功了。从上古时代黄帝和蚩尤的逐鹿之战到大禹治水、建立夏，几千年为师可都是亲眼目睹的。哪怕光算凡人的历史，也至少有5000多年，错不了。哎，我知道，可现在考古界讲究唯证据论，史书和传说都被他们说成假的，只有挖出来的古董才是最有力的证据。哎呀，5000年过去了，古董早就因天灾人祸毁得差不多了，上哪儿去找证据？这个说不定为师能帮帮你。真的吗？师傅，难道您手上有那种古董吗？我手上没有，不过我知道该去找谁要。你是要夏朝的古董对吧？对，最好是大禹时期有文字的器皿之类的，越多越好。好，那你稍等片刻，为师这就去给你找找。当年上古时代，尧、舜、禹分别封为天、地、水3官大帝，如今依然存于天界。我到水官大帝大禹那儿去一趟，他那儿肯定有当年留下来的古董。这奇迹，莫非是那位？水官大帝，别来无恙啊！公天至上，自从封神一战后，许久未见了，不知您今日大驾光临，有何要事？事情呢，就是这样。为了证明夏朝的历史，我要借用几件物件去用，敢问你意下如何？哈哈，原来如此，为子孙后代解忧，本就是分内之事，更何况陈志胜还亲自上门开口，岂有不借之理？稍等，我去库房找找有无当年的旧物，陈志胜还请随意自处。这个青铜花瓶刻着文字，这不刚好就是我要找的吗？反正老禹说过，这让我自处，借用一下。哎呦，不看不知道，这些都是刻印着甲骨文的古董啊，借用一下。这个也借用，不错不错，这下差不多了。这么多东西，肯定够熊子证明夏朝了。回见了，老禹。我的古董花瓶，我的古董字画，我的古董家具，至少保板给我留下呀！我饭还没吃完呢。来，看看这些东西够不够资格当证据？师傅，您是怎么找到这些的？难道是找到了大禹墓吗？没那么麻烦，我直接去他的神府找他本人借用的。啥？找本人？那都不重要，你就告诉我，用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证明夏朝的存在？绝对可以，轻易可以。你稍等，我这就去发通告，我要召开考古学术界有史以来最浩大的研究发布会。本次将是历史学界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发布会。这大夏人好得意，是又做了什么自信满满的假古董？放心吧，会长，都瞒不过咱们精准无比的新机器。快看，熊教授出来了！各位请看，这批是最新出土的古董文物，它们将彻底证明5000年前夏朝的存在。熊教授，我有个提议，请问有何高见？我们所罗门学会今天正好带最新的古董，就用我们的机器来验证这些古董，如何？无妨。一想到待会儿播出大夏人火急火燎造假货的场面，我就无比期待。25天，这就是你们大夏国所谓能证实5000年的古董。
25567天前。哼，那也不就到80年前，离你们所说的5000年还差得远呢。什么？250多万天前，那就是7000年前。7000年前，这不可能！7000年前，师傅，您这可没和我说过。哎，奇了怪了，这些东西分明是我从老妪那里拿过来的呀，应该是夏朝的东西啊。师傅，我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大禹摆在房间里的这些东西，对他而言，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董？哎，我去，有道理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什么7000年的历史？这碗里面甚至还有剩饭！你告诉我，这是来自7000年前的古董？净他妈扯淡！咱们试试画面重现功能。对，画面重现，这个功能肯定不会出错，绝对能证明这些是假冒的古董。寡人伯德获承天令，抚临诏民，从此寡人为天子，定国号为大和。天子万岁！大和万岁！大和爪，居然是传说中的大和爪！天哪！历史界一直有传说，在夏朝之前还有更早的朝代。多谢所罗门学会的无私付出，不仅替我们证实了7000年前大和朝的历史，更重要的是，还让我们省了一笔做检测实验的电费。你们的大恩大德，我国所有历史学家都将没齿难忘。你该死 ！shit！ 史密斯会长，您之前一直声称大夏历史是编造的伪史，这批7000年前的大和朝文物是否推翻了您之前的所有观点？这个，您之前曾经说过，要是大夏真的有5000年历史，要围绕着秦巫师河倒立裸奔3圈，请问您是否会履行诺言？喂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都是假的，是他们对鉴定结果做了手脚。会长气晕头了，鉴定用的可是你们所罗门学会的机器。我劝您呢，还是早点认真见识，放弃什么唯史论的幻想。你给我等着！我迟早有一天会给你找出伪造的证据。熊科教授，请问您对所罗门会长临走时的威胁怎么看？我完全不怕，只要他还算是个历史学者，那么越是深入研究这些古董，就越能意识到他们的价值。这不是伪造，是我大夏国历史的铁证。据进一步研究考察，熊科教授提交的古董证物真实有效，的确是来自于7000年前的大和朝。从此，大夏国考古学进入了翻天覆地的新篇章，而所罗门学会等一直主张大夏伪史论的组织纷纷解散。相关人员宣称，从此以后会出历史学界。师傅，这次多亏了您，要是没有您带来的文物，所罗门学会的伪史论还不知道要误导多少人。我只是帮了点小忙，真正顶用的是你这几十年的坚持。这点古董在为师看来不值一提，你一心一意维护大夏历史的心才是最为难得的。师傅，有您此言，弟子当真学而无憾。哎，说到学而无憾，这么说起来，那个当年你同期求学、主修机关的柳修同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我说修同啊，你不学修仙，不学拳脚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连卜算和经商都不学，一股脑研究机关呢？师傅，您不知道，现在我们讲究一个科技兴国，不管是练武还是经商，都只能独善其身，只有研究科技才能报效国家。哦，那你以后有什么想造的东西吗？那好多好多呢，我看黑白电视上外国人一堆大炮、坦克、飞机，还有火箭，别提多威风了。要是以后我们能造出自己的就好了。
师傅，您说的是柳修同师兄，他现在可了不起了，他现在可是咱们大夏的科技脊梁，主持研发的航空母舰比 M 国那边还先进。只不过最近不知怎么的，没怎么见到他人，或许是研究忙碌吧。哦，这小子倒是没吹牛，真把事给办成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顺便就去看看他，亲眼瞧瞧他的成果。空僧师傅，有空您一定要常来，徒儿还有许多问题等着和您请教呢。我记得那家伙是住这里来着呀，这里也确实有他残留的气息。不过人呢？你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啊，我倒是想问问，你们这17个人在这里蹲着干什么呢？什么？他一眼就看穿了我们所有暗哨。话说回来，我找柳修同，40年前是个大胖小子，现在应该是个小老头了。你们认识他吗？你果然是来打探柳院长的。你是什么人？间谍刺客？院长？这小子混得可以啊。他人呢？叫他出来见我。少胡言了！马上把你抓起来，把你知道的全吐出来。住手！长官，这个人行为可疑，恐怕是间谍呀。师傅，别来无恙，弟子过禀前有礼了。什么？师傅，顾长官可是我们的首席外交官呀，这鬼鬼祟祟的家伙居然是他师傅。哟，这不是小顾吗？我教你治人法理，现在是当上大官了。不敢，谨遵师傅教诲，学于师，用于民。弟子和柳师兄一样，一心一意报效国家。行，我看你元神刚正，肯定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。你柳师兄呢？我这次是来见他的，叫他出来见我。师傅，实不相瞒，柳师兄他被 M 国人抓走，关起来了。什么？你说柳修同被 M 国人抓走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傅，这就说来话长了。从年前下山开始，柳师兄夙夜飞蟹，严谨沉思，参与到了诸多新科技的研发工作。如今我国自产的飞机、航母、卫星，要么是柳师兄带头研发，要么就是他的学生们参与其中。柳师兄可谓是我国的科技栋梁，科学界的主心骨。然后呢？有了柳师兄，我国科技飞速成长，甚至隐隐有超越 M 国，正式成为世界第一的趋势。没想到那 M 国人又急又怕，已经完全不要脸了，竟然假戏大学演讲之名，把柳师兄请了过去，最后反手关押，不知道绑到哪里去了。实在是弟子无能，也不知道柳师兄现在身处何处，安危如何。最坏的情况是已经遭遇不测。你别怕，为师想办法。真的吗？师傅，您能找到柳师兄？我也找不到，不过我知道哪些人知道他在哪里。你先等着，为师去也。这头天的7天的主更难伺候，那一大堆铁垃圾，真是费了老命。哼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通天至圣吗？不就是玉帝和佛祖都怕你吗？等下次见到了，老子一个！阎老王，我刚才好像听到你在叫我，是吗？哎呀，全智圣，小老儿我正想念你，想念的紧啊！恭喜智圣，恭喜智圣啊！行了，别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正事要紧。敢问小老儿能派上什么用场？我有个徒弟叫柳修同，男，今年40-50岁，你查查看看他寿元还有多少。智圣找到了，可是高祖的处境似乎不容乐观呀。你看，他原本还有20-30年的寿元，但现在
却是寿元骤减，很明显是有人要加害于他呀。这样下去，恐怕再过不了多久，他就得阳寿耗尽，我就得让黑白无常去勾他魂魄了。哦，你很想去勾他的魂吗？不敢，不敢！小老儿一时糊涂，一时糊涂，说错话了。这样吧，你手动给他加点阳寿，先保证他不死。是，请问智圣加多少年好？总而言之，先加个1000年垫着吧。啊，1000年阳寿，智圣啊，这阳寿可是天规地矩的法则啊！一旦加上去，凡世间的人物将再也没有办法伤到他一分一毫啊！对，我就是这个目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怕玉帝还是怕我？我加，您别急，我这就给您徒儿加上1000年阳寿。当然是怕你了，别说我一个小小的地府了，就连佛祖和玉帝见了你这炸天宫厕所的人物都得绕道走啊！放心，只是借用一点垫着，保证他不死而已。等事情解决了，我亲自带他下来，把多出的寿元还给你不就行了吗？多大点事儿！是，智圣说的在理。我信你个鬼！以前和猴子有事没事拆我阎王府，说赔维修款几千年了，也没见到一张纸。哎呀，赶紧把这活爹送走，几千年都别来最好。Dr. 柳，你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。我们不想粗暴地对待你，请你温顺地与我们合作，这样对我们都好。基本上说一套做一套。我跑到这里来是想干什么？我们得到消息，大夏正在筹备前往木星，开采某种特殊材料，用以制造某种东西，代号季恩，请都老实交代。我不可能告诉你任何事情。我再问你一遍，高克特柳修同，你们要开采的材料是什么？你们想要制造什么？没想到一介科学家居然还是个硬汉。好，我满足你。是，加大电量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长官，电击已经持续半个小时了，目标仍然存在生命特征。我知道，按理说他半个小时前就该被电成一具焦尸了，为什么现在还活着？够了，停止电击！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电不死，但我就不信你还能不怕子弹。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连子弹都杀不了你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很难想吗？猜一猜。特地去阴间，拜托人家硬给你加1000年阳寿保你的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听说 M 国人热情好看，抓着你不走，专门来接你回去的。你是谁？你从哪里进来的？你想干什么？停，别问那么多问题。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求知是活人的特权，而你们都是死人了，死人是没有必要知道任何事情的。开枪！给我射死他！海曼！有外国人。这我还真没咋见过，这智圣还挺有新意。小的们，来收拾洋垃圾了。怎么样？有哪里受伤了吗？没有，师傅，就是嗓子有点哑。师傅，我们快走吧。刚才他们触发了警报，再过不久，M 国军队就要围过来了。怕什么？
你现在有1000年的阳寿加持在身，在这1000年阳寿耗尽之前，你算得上是不死不灭，就算是想死也死不了。 1000年阳寿，师傅，我这……行了，别大惊小怪了，先出去再说吧。将军，他们出来了。好，大夏派来营救的这支小队，绝对是精锐中的精锐，一定要谨慎对待。报告将军，他们没有小队，算上柳秋腾博士，目标一共只有2个人。你说什么？难道说大夏只派出1个人，就突破了我们的 S 级防守，单枪匹马将柳修统给救了出来？是的，从结果来看就是这样，简直荒谬！为了看守柳修统，我们可是配备了5个师的战斗力，对方怎么可能只出动1个人？这绝对是障眼法！他们有一整支小队藏起来了。给我下令，全军展开火力压制，把柳修统和来救他的人全部炸死！真的毫发无伤。我也研究过不少导弹，对他们的威力最是了解。按理来说，这么多导弹一起爆炸，就算是最坚固的防空洞，都得破掉一半。大惊小怪，你记住了，在你1000年阳寿耗尽之前，你是无论如何也死不掉的。你就尽情做你的科学研究吧。谢师傅，既然如此，咱们赶紧走吧。这 M 国土地空气恶臭，我是一刻也不想待了。不急，你顾师弟特地安排了节目。 稍微等一等吧。报告将军，发现高能热链反应，从电波型号上看是大夏的武器。我就知道，继续火力压制，把他们炸到渣都不剩。不是的，将军，热源反应的来源并不是前方，而是身后，是海上。什么？海上？那是我们的航空母舰1号，它是怎么躲过卫星监控，出现在这个位置的？这里已经算是 M 国国境内界了。没什么，为师只是用伪装术将它藏了起来。卫星什么的都是死物，没有心眼，自然看不穿为师的法术。可也没必要特地开军舰了。既然这 N 国人偷鸡摸狗的把你关在这里，那为师偏要大张旗鼓的把你接回去。 这里是大夏1号航空母舰，我是通天至圣沉迷之徒，大夏首席外交官顾秉乾。我们要求 M 国立刻交还绑架走的柳修统院士，并且赔偿全部损失。注意，这不是协商，是要求。哼哼，果然还是跟着师傅会有前途，那是真有面啊！shit！ 国防部那群人是干什么吃的？大夏军舰靠近到这个距离都没发现。将军，我们该怎么办？ 冷静，冷静。他们不是要柳修统吗？那就给他们，去把柳修统的尸体收拾干净，交给他们。就说是有恐怖分子绑走了他，我倒是想看看大夏人拿着一堆碎肉还怎么造武器。将军，战场前方的影响传回来了，柳修统他毫发无损。什么？毫发无伤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武器？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？将军，不能放他们走。总统说过，柳修统一个人就抵得上5、6个师的力量，就算把他杀了，也必须把他留在美国。如果把他放回去，不仅这么多功夫都白费，而且还会让我们承担国际舆论压力。蠢货！难道我不知道吗？那你倒是告诉我，该怎么留下的？那人在那么多导弹之下都毫发无伤。将军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放他们走！ 对于 M 国绑架柳院士的恐怖行为，国际舆论一致表示强烈谴责。之前我看易森上说，这 M 国可是世界霸主，文明灯塔，全世界没几个国家敢违逆他。现在看来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。也不完全是，主要是近几十年来，我们国家逐渐从落后发展到了能够与他们并驾齐驱，力争高下。那些墙头草国家。 自然没那么追捧 M 国了。你们当初刻苦学习，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这师傅，我这也是没办法，风狼继续也不过如此啊。尤其是这个米军嚣张跋扈了几十年，终于逮着机会给他们上嘴脸了。师傅，我来为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最聪明、最有前途的徒弟萧云河。 小萧叫师祖，师祖好。刘老师，您说带我来见您师傅，我本来以为是个老教授，居然是这个年轻人吗？
他看上去和我年纪差不多大。嗨，这才对嘛！师傅，小肖他们这群年轻人条件比我们当年好，营养丰富，不仅个头长得要比我们高，他们发育更完善，以后啊，肯定比我有前途。您看，行了，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不就是想让我提点一下你的学生吗？行吧，小肖，以后你不管有什么不懂的东西，都来问我，师祖给你解答。好，师傅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小肖，快谢谢师祖。谢谢师祖，请师祖多多指教。行啊，柳修同这老小子已经有1000年阳寿了，居然还想着培养别的科学家，看样子还真是一心一意为国家。不错不错，没有辜负为师当年收他时看中的赤子之心。那个师祖，我研究的是材料化学，请问师祖专精的是哪个方向呢？专精？没有那个概念，我知道的比较杂，什么都懂一点点。什么都懂一点点？这不可能呀！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，像我，光是钻研自己的方向就竭尽全力了，根本没有精力去学习其他的领域。师祖，您是怎么学的？很简单，我并没有学过什么，我只是参透了天地大道。这大道之中包含世界运转的规则，宇宙诞生的原理，也包含你们所谓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，一通百通。只要参悟了天地大道，这凡世间就没有什么东西是理解不了的。天地大道，这不是传说中的东西吗？现实世界中居然真的存在。哦，不信吗？要不我讲给你们听。呀，疼啊！感觉好多自己完全理解不了的真理在灌入脑袋。呀！师傅，别念了，徒儿承受不起了。哎呀，我这才只是天地大道的目录，你们就承受不起了？以后还怎么当科学家，探寻宇宙真理啊？师傅神通，非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，弟子愚笨，密莫见怪。啊，我刚才还怀疑这位师祖是不是怪怪的，没想到这是真有本事呀！刘老师说他是仙人，原来不是比喻呀！喂，是我？什么？那群混蛋居然用这么脏的招儿！咱们和这群卖钩子的阴阳货，正面打不过我们就玩阴的，呸！恶心！怎么了，小顾？师傅，俺们国人回应绑架柳师兄的事儿了，但是，您直接看吧。据最新媒体揭秘，号称大夏科研栋梁的柳修同院士，表面上是全国领先的优秀科学家，但实际上是一个沽名钓誉的伪君子。数十年来一直以权谋私，贪污大量研究款，甚至以毕业证为要挟，与上百名学生存在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为此，我们特地请来了柳修同在 M 国留学期间的同学汤姆博士作证。各位，我可以证明，柳修同从大学起所有的科研成果全部为盗窃他人，并且这也是为什么他自称大夏第一科学家，却始终得不到诺贝尔奖的承认。呸！这群亲妈装奶粉盒的混蛋！老子的研究是靠师傅指点，自己熬更守夜做研究做出来的，什么盗窃？还说不正当男女关系？老子做科研一辈子就没谈过一次恋，快50了，到现在都还是童子。刘老师，您消消气，只要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是德高望重的优秀科学家，不会有人相信这些离谱的谣言的。不好说，对方已经全面开展了舆论攻势，还准备了许多假证。他们抓住柳师兄没有得过诺贝尔奖这一点不放，反过来论证柳师兄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。诺贝尔奖？那是什么？师祖，那是国际最高奖项，是学者和政治家的最高荣誉。说是这么说，可事实上这奖的颁发权完全在外国手上。这几年来，只有讨好他们、抹黑咱们的学者，才能拿到奖项。明明近10年来的那些得奖者加起来也不如刘老师。偏偏咱们国家还真就有不少人迷信这个奖啊！我们要去澄清，他们反而就越起劲儿，越要证明他们是对的。算了，古师弟，别浪费国家资源去和他们胡搅蛮缠了，就让他们说去吧。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，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。凭什么？师傅，凭什么？你为了国家和科研呕心沥血，一心奉献，凭什么要接受这种侮辱？反正他们也就是只能用这些手段来恶心我罢了，稍忍忍就过去了。
嚯，那不过是败者的自我安慰。你当我和猴子当年为什么要大闹天宫？为的就是要那满天神佛知我姓，惧我名。那难道是为师靠忍，一个个忍出来的吗？师父，我知错了。记住了，忍让不会让敌人尊重你，只有反击才会。是，师父，谨遵教诲。可是师父，话是这么说，我们能反击的方式实在是有限啊！全世界90%以上的媒体都是 M 国养着的狗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为师当然有方法。莫非我们还有个未曾谋面的师兄弟儿，是学习新文学的大佬？您要请他来想办法吗？新文学？学那颠倒是非、胡说八道的没用东西干嘛？有人好意思学，我都不好意思教。你们没那种师兄弟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？想要彻底让他们把嘴闭上，就要用最干脆的办法。小肖，最近科学界最火热、最大并且最不可能的难题是什么？这个当然是制造空间传送门了。这个项目全世界都研究超过50年了，一旦做出来，全世界未来1000年的能源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。只不过，实在是太难了，好多国家都逐渐放弃了。空间传送门？好，就这个，不是那诺贝尔奖不承认小柳的研究吗？就把这个传送门做出来，丢他们脸上，看那群家伙还敢不敢不认啊！空间传送门，几天时间做？师父，您在开玩笑吧？为师都开口了，还有何不可？师父，不是我信不过您，可是这空间传送门困难重重，光是理论方面，中子争执与临界的理论公式就困扰了我们好多年。你指的是这些东西吗？这确实是临界公式，我学生的实验室花了好几年都才推算出一半。师父，您居然眨眨眼就算出来了？你忘了，为师通晓天文大道，知悉所有宇宙规则。这些东西在你们眼里高深莫测，在我看来却不过是常识。可是师祖，光有理论知识还不够。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，想要做成空间传送门，需要一种特殊的玄铁矿石。这种矿石只有土星的气候才有条件生产，地球上根本不存在。土星，也就是振星吗？我明白了，你们在这稍等片刻，为师去想想办法。哎呦，师兄，虽然师父叫我们稍等，但他可是活神仙，活了上万年，鬼知道他说的片刻是多久呢？确实，而且就算是师父想要搞到土星上的特产矿石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。小童子，过来看看，这个是不是你们所说的矿石？什么？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矿石啊！可是以现在最新的航天科技，就算花费上千亿的成本，也最多只能取回鸡蛋大小的素材。师父，您是怎么拿到这么大块的？没什么，只是去了振兴星君的神宫，找他本人要了而已。啊，找土星神本人要，还能这样操作？哎呀，得亏为师在天上人缘好，我上门一开口，振兴星君立刻就马不停蹄的为我找来了这块石头，这就是有门路的好处啊。星君，刚才那位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他上门讨要东西，您居然直接将镇压神府的灵石给他了，让他自己去仓库里找一个不就行了吗？让他自己去找，我哪里敢？你不知道，这位瘟神前不久刚把水关大地架给搬空了，要是稍有怠慢，指不定连我吃饭的碗也被他一起端走了啊！小柳子，如何？用这块石头能造出空间传送门吗？师父，够了，完全够了。本来只需要几克重矿石，现在您搬来这么大一块，那肯定是马到成功。我们现在就去你的实验室，准备开始制造。小顾，你去筹划新闻发布会，通知媒体。师父，现在通知媒体会不会有点太早了？晚了等媒体发酵，就没办法帮小柳洗清冤屈了。这4小时内，为师就会指导他做出空间传送门。刘老师，大夏所有顶尖核科学家已全部到岗，
设备调试完毕，随时可以启动。所有人听令，按新的理论公式搭建框架。材料组立刻处理玄铁矿石，24小时之内必须完成空间传送门的核心。刘院士，这根本不可能！就算有理论和材料支撑，24小时也太极限了。都按我说的来，你们负责执行。能量稳定、结构适配的问题我来解决。你是哪来的闲杂人等？门卫是怎么放你进来的？警员，快把这家伙轰出去！大胆！这位是我师傅，我倒要看看谁敢轰他走。柳院士的师傅，您是大夏第一科学家的师傅，可您看起来这么年轻。都记住，从现在起，包括我在内，所有人必须严格遵循我师傅的指令，半分都不能偏移，明白吗？是。天哪，这是直接操控物质分子排列，比我们最先进的激光切割仪效率快了1000倍啊！师祖，这已经超出了现有物理认知，您是怎么做到的？不过是天地大道的些许应用罢了，算不上。不愧是师傅，数小时的材料处理工序，你眨眼间就完成了。这24小时做出空间传送门，真的有可能实现。汤姆博士，这次多亏有你作证，我们才能够拆穿柳修同的真面目啊！统领先生言重了，柳修同从大学时起就处处与我作对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报告统领大人，大夏那边有回应了。哦，柳修同那群人终于忍不住要辩解了。柳修同并未回应任何指控，只发布了一条通告，说他们将在24小时内完成空间传送门，届时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。还24小时内做出来？柳修同不会是被逼急了，彻底失心疯了吧？就连我们最先进的西方科学家要制作出空间传送门，也至少还需要50年，更何况他这个西方科学界都不认可的伪学者。大夏这是把全球当笑话看。大统领说的对，现在全球科学界都在嘲笑柳修同走投无路，开始哗众取宠了。统领先生，派我去参加这场发布会吧，不管他届时拿出什么劣质的道具，我都能第一时间当场拆穿，让全世界看清他的骗子真面目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等你拆穿了他，大夏科学家这辈子都抬不起头。报告刘院士，空间元素发生暴走，核心参数发生剧烈偏差，快调试，一定要稳住反应堆。不行，越调试核心参数偏差的越厉害，现在已经超过安全阈值。刘院士，快停下吧，继续下去说不定会发生空间暴走危害。可这已经是最后一步了，一旦在这里放弃，之前所有的一切都白费功夫了。只差一点了，只差一点了。小柳，让开，给我安静下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警报停止了，各项数值稳定。刘老师，师祖，我们成功了，空间传送门完成了。居然真的，空间传送门真的在我们的双手下诞生了！恭喜刘院长，这绝对是21世纪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成果。对，人类历史上第3次工业革命将会由我们亲手开启。多谢恩师指点，若不是您，这空间传送门至少也要30年才做得出来。没什么，指导你做个小玩具而已，没必要大惊小怪的。居然说空间传送门只是个小玩具，这陈先生到底是什么人？行了，别忘了，我们做这个可是为了替你洗刷冤屈。现在成果出来了，还不赶紧去打那群西方学者的脸？对，这一实验差点把这茬给忘了，我这就去通知故事帝，马上召开新闻发布会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是柳修同博士的新闻发布会场。外界对其所谓24小时造出空间传送门的言论质疑声不断。啊，快看，有2位重量级人物莅临了现场。是诺贝尔委员会的副队会长，还有下届诺贝尔物理奖热门人选汤姆博士，他们居然真的来了。副委会长，传闻因柳修同博士存在行为不端，诺贝尔奖始终未授予他，这是真的吗？
具体的评审细节，恕我不便透露，但我可以明确一点：诺贝尔奖只会颁发给有真正杰出贡献的学者。夫人会长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柳修同就是个冒牌货。难怪拿不到诺贝尔奖，原来都是假的。汤姆博士，你是全球顶尖物理学者，对柳博士宣称造出空间传送门一事，你有何高见？福瑞会长还是太委婉了，我就直说吧。柳修同乃至整个大夏学界，都绝对不可能有人能够完成空间传送门。是吗？汤姆博士凭什么如此笃定？制作传送门核心所需要的土星陨石，就绝对不是你们能搞到手的。我对口舌之争没有兴趣，真正的科学家只会拿成果见真章。各位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们大夏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最新科研成果——陈氏空间传送门，简称通天门。传送门好像有点像那么回事，和我在电影里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哼，一群外行。柳修同，你就拿这种劣质特效道具来糊弄人。空间传送门涉及的能量稳定、空间折叠技术，是全世界科学界的难题，绝非大夏这种落后的科研环境能攻克的。柳修同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现场演示一下。好啊，演示可以。要是传送门是真的，你就当着全球媒体的面承认柳修同的科研成果，以及之前对柳修同所谓偷窃研究成果的告发，全部都是污蔑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如果这东西是假的，柳修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是个伪科学家。我做见证，要是柳博士输了，还得赔偿全球媒体的到场费用。好，成交。真的传过去了。拙劣的魔术表演罢了。我只是感叹你死鸭子嘴硬。既然如此，那还是直接用最直观的方法好。通天门会成功了！居然连人都可以传送！这传送门是真货，柳修同不是伪科学家。这怎么可能？刘博士，你居然真的被传送成功了！各位，这通天门采用我师父提供的天地大道理论，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空间传送门。如诸位所见，它的能量转换率、空间稳定性等数据各项指标远超全球顶尖标准。这些数据实时同步到全球科研数据库，欢迎各位学者验证。汤姆博士，数据显示传送门真实有效，你现在要履行承诺吗？这数据肯定是伪造的，我不信。你刚才可是亲身体验了传送门的效果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真的还有脸否定它吗？师长博士，我承认你的诚意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。我在这里宣布，今年的诺贝尔奖。你呢？我对诺贝尔奖名额没有兴趣。大夏的科研从来不需要靠国外的奖项。观众朋友们，历史性别柳修同院士团队研发的陈氏空间传送门，已通过全球17国顶尖科研机构联合验证，其稳定性、能量转化率均突破人类现有科技极限。从此，跨国物流、经济探索将迎来革命性变革。消息：华尔街股市相关板块暴涨，各国政要紧急召开发布会，科研界纷纷向大夏申请科技投资，而诺贝尔奖的声望则一落千丈，无数人对其权威性表示质疑。更有人提出，此后的世界最高科技奖应该立为柳修同奖。这群人也真是不识趣，真要立，肯定应该是以师傅的名字才对。刘老师说的对，不如咱们干脆牵头设立陈米奖，直接把诺贝尔奖比下去。言之有理，我待会儿就去找投资商设立陈米奖，一定要把诺贝尔奖比下去。
嘿嘿，小打小闹罢了，不值一提。你当年说要用科技报国，现在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哪能没有您指点？对了，师傅，您之前说教过很多徒弟，除了诸葛师兄、张三丰师兄他们，还有特别的吗？比如国外的？国外的倒也有几个。几百年前有个叫马可波罗的小子，跟着我学了半年的东方商道，后来回去后写了本游记，倒让你们凡界多了条丝绸之路的念想。马可波罗，您居然教过他？那他游记里写的东方黄金国，难道是？那是他自己添油加醋，我就教他认了些茶叶和丝绸的产地，哪来的黄金国？不过这小子脑子活，倒也算把东方文化传出去了些。除此之外呢，几年前珍珠国的公主来大夏留学，倒也意外拜入了为师门下。珍珠国？您说的莫非是西周那边的一处君主制小国家？听说他们虽然是小国，但近几年出了一位明君，经济突飞猛进。哼，正是你这位师妹，看你这说法，他倒也没辜负为师的教诲。可是师祖，我这位师叔最近似乎没那么顺利。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珍珠国现在似乎正有灭顶之灾啊！什么？哎，好怀恋的日子。跟在师傅身边时，不用想朝堂纷争，不用单举国安危，每天都能学到神奇无比的新知识。只可惜那无忧无虑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。如今举国重担压在肩头，容不得我半分懈怠。女王陛下，打扰了。进来。女王陛下，白金国使者已抵达大殿，正在偏殿等候。我明白了，告诉使者，我马上过去。女王陛下，据探报说，此人行事嚣张跋扈，且身后随带精锐保镖，很明显来者不善。无论善不善，为了珍珠国所有的国民，我们都必须要把这一关撑过去。各位爱卿，本次谈判关系着我珍珠国全体国民日后数十年的安危存亡，诸位必当全力以赴，绝对不可大意。珍珠国的女王陛下，国土面积不大，架子倒是不小。本官出使那么多地方，哪国君主不是亲自出迎？让本官在此酒后，你还是第一个。这混账！女王陛下到达，他不起身迎接就算了，居然还怪女王陛下来迟了。这群白金国的混账，仗着自己国力强，就目中无人。使者远道而来，未能亲迎是本国失礼，还请见谅。罢了，本官先不挑这些小问题，先谈正事。阿尔女王，本官不喜欢绕圈子，直接说你的诉求吧。珍珠国愿与白金国缔结和平盟约，从此互不相犯，让两国百姓远离战火，共享太平。和平？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。不过，我白金国的和平可不是轻易能求来的。我白金国近年来日渐强盛，军队南征北战，东边的钻石国，西边的 A 国，如今皆已臣服。只要我们想灭掉珍珠国，也不过是水手的事。想要让我国停兵，你们得拿出足够的诚意。这混蛋，居然直接把脚放到桌子上！挑衅，这是赤裸裸的挑衅，完全就没有把我们珍珠国放在眼里。珍珠国对和平从不缺乏诚意，使者不妨明说你们的条件，只要是力所能及的，我一定答应。好，痛快！我们要求珍珠国每年需向我国上交10万两黄金作为公平，按时足额，不得延误分毫。啊，每年10万两黄金！这完全就是在抢劫！放肆！本官说的话哪有你们质疑的份儿？如果你们舍不得，那就等着我大白金国的精兵勇将兵临城下吧。你不就是10万两黄金吗？珍珠国答应这个条件了。诸位爱卿放心，这10万两黄金全部从王族的金库里扣除，大不了把我的行宫拆了拿去换钱，绝对不会有损于你们或者百姓。女王陛下早就听闻帕尔女王治国贤明，今天一看，果然是个名士。不敢，只是有个好师傅教导我而已。10万两黄金的确不是个小数目，但现在的珍珠国还太过弱小，我们别无选择。不过，等等，帕尔女王，是谁和你说区10万两黄金就是我们的全部条件了？你什么意思？除了10万两黄金以外，这张契约上的所有条件一个都不能少。
要我们将最富庶的地方交出来，做白金国的租界，解散军队，由白金国军队驻扎，并且所有税收的1半都要上交给白金国。这哪里是和平条约，分明是亡国文书。白金国狼子野心，竟想将我国变为殖民地，陛下万万不能答应啊！没错，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，我是绝对不会签的。女王陛下当然有权利不签这条约，只要不怕你们国家的人民全部都陷入战火就行。陛下，臣愿领兵抗敌，哪怕战死沙场，也绝不签下这丧权辱国之约。狗抗敌？比珍珠国强盛数倍的金刚国和琥珀国都尝试过抵抗我们，但最终他们都难逃亡国的命运。签了这条约，那我们与亡国又有什么区别？白金国这是一心想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吗？女王陛下别急，国王陛下悄悄地和我吩咐过，让我向您提出一个特殊的条件。特殊条件？条件就是要女王陛下做我们国王陛下的第10门小妾。混账！你说什么？你竟然敢亵渎我国女王！我们的帕尔陛下嫁给白金国王为妾。没错，这难道不是一桩妙事吗？只要2位陛下结婚，2国从此之后便是亲家，珍珠国自然可以永享太平。想得美！我们帕尔陛下励精图治，是万世不出的明君，怎么可能下嫁给白金国王那头暴虐好色的死猪？更何况是做妾！哼，你们可别忘了现在的状况，这可不是什么平等谈判，而是我们白金国在单方面让你们挑选后路，要么签下条约，要么等着我国大军压境，要么嫁给我国国王，3条路。女王陛下，你自己选吧。我可是一国女王，全国人民都依靠着我。可现在珍珠国兵强国弱，我又能去依靠谁呢？师父，我好想你。怎么样，女王陛下，你考虑的如何了？珍珠国上下所有人的生死存亡，可全都在你的一念之间。我临难而屈，失其本心。你难道忘记为师的教诲了吗？这个声音难道是师父？师父，您居然出山了，弟子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徒儿有难，为师自然不会坐视不管。你放心，今天有为师在，不管他是哪国的使者，都欺负不到你头上。我全听师父的，无论如何，我都绝对100%的信任您。这就是陛下常挂在嘴边、无比推崇的那位恩师。唉，有这位先生在，咱们珍珠国这次肯定能渡过难关。好。你是谁？敢在这里多管闲事？本官是白金国使者。自我介绍一下，陈迷，浩尔的师傅。你们对珍珠国提的条件，从现在起全部作废。哼，作废？你说作废就作废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除了这2份契约，你们别无选择。你契约不过是2张废纸罢了。你混账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快起来，把这个无礼的家伙碎尸万段！这是魔法！快放我下来！去，浩尔，扇他2巴掌，要让他记住，我的徒弟不是他能亵渎的。是，师父。你大胆！本官可是白金国的使者，你知道这样对待本官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混账！你们反了天了，居然敢打本官，那就是与白金国宣战！你宣战就宣战，以前是珍珠国弱不得不忍，但现在有我师父在此撑腰，
我不会再让我的国家受辱了。你疯了吗？就凭一个会点妖术的外人，你们也敢和白金国翻脸？没错，我师父一人就抵得上千军万马，有他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大疯子，我看你是彻底疯了。等着瞧吧，等我回去禀告国王，若出3日，白金国的大军必踏平你们都城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。你们认定帕尔这丫头性子倔、不成熟，年纪轻轻，但却担子重，所以很容易被你们拿捏。的确，这些问题对于一国之君而言是致命的，但是至少现在他们都不是问题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滚，回去告诉你们的国王，有我在，珍珠国动不得。要打仗就尽管过来，我通天至圣沉迷就在这里，随时恭候。我们走着瞧。多谢先生出手相助，救女王陛下于危难。先生神通广大，求您帮帮我们，帮帮珍珠国。放心吧，有为师在，入侵者绝对伤不了你们一分一毫。哎，奇怪，端茶送水这种事情由我们这些仆人来做就行了，何必陛下亲自动手？你懂什么？那茶叶可是老国王留下的珠贝红花，当年刻意交代，要等陛下遇上心之所属才可以开封的。什么？难怪之前那么多贵族公子求亲，陛下都不点头，原来早有心上人了，专门留着今天招待这位陈先生的。陛下平日何等威严，公卿大臣们对他是又敬又怕，没想到还有如此少女的一面。哎呀，我们快走吧，别耽误陛下和他的心上人约会。哎呀，这群死丫头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得亏师父听不懂珍珠国方言，不然我非得羞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哎，浩儿，那群小姑娘叽叽喳喳的在聊些什么呢？听上去那么开心。没什么，只是在聊天气而已，您别管他们。来，师父，您喝茶。好茶，入口甘醇，余韵悠长。比起当年茶圣陆羽亲手陪的雨前龙井，也丝毫不逊色。师父，您喜欢就好。这可是父王生前最宝贵的茶，他一直说轻易不能喝，得等到……哎，小帕尔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话说回来，师父，您是怎么到珍珠国来的？说来话长。为师出山后也发生了许多事情。前日掐指一算，得知珍珠国正遭白金国大难，便赶过来看看。师父心系徒儿，我真是感激不尽。这是我学艺不精，差点害珍珠国亡国，给您丢脸了。无需惭愧，君王之道本来就极难，更何况为师当年也只教了你一半。珍珠国原本是穷困潦倒的弹丸之地，短短几年便脱贫致富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可见你励精图治，乃是难得的明君，不愧为师的教导。师父，您过奖了。好了，说回正事，关于这次珍珠国与白金国的战事，很遗憾，为师不能亲自出手。为什么？三界有三界的规矩，神仙不能随意干涉凡间战事，更何况珍珠国归西方天界管辖，东方神仙贸然出手，容易引发两界纷争。怎么这样？傻丫头，瞧你那不识逗的样子，天界的规矩能管得住普通神仙，可又怎么管得住我？对啊，师父，您又逗我。为师虽然不便直接出手，但可推算天意，料敌先知。这莫非就是您当年传给诸葛师兄的运筹帷幄之法？不错，白金国的兵力、行军路线、武器装备，为师都已经算得一清二楚。只要按为师的计划来，保管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报告女王陛下，白金国今日已出兵，预计不过明日就会踏上我国领土。白金国有多少军队？至少有10万人，并且全都装备着最先进的武器。我们人少力微，用不了几天，白金国的大军就要打到这王宫里来了。各位切莫惊慌，白金国虽然军力强盛，但我们有师父坐镇，就算他们有100万大军，也别想踏破我国一寸土地。还请陈先生，不，
还请国师开口，教教我们该怎么做。这是我写的破敌册，上面写着明日之战的每一步部署，从兵力排布到伏击地点，甚至连白金国军队的补给线路都标得一清二楚。战士们只需照做即可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下我们再也不用怕白金国了。一群不知兵的蠢货，什么兵法妙计，荒唐至极！女王陛下，老臣整军队来迟，还请您恕罪。侯赛因将军请起。师父，我和您介绍一下，这一位是侯赛因将军。敢问侯赛因将军对接下来的战事可有意见？白金国欺我国弱，辱我女王，此战必打。但是，你这所谓的破敌兵书，我半个字也不会相信。哦，敢问为何？我在战场上摸爬滚打40年，一点一点从前线小兵干到统帅将军，打的仗比你读过的书还多。陛下，请您将兵权交给老臣。将军的忠心，我岂能不知？陛下，恕我直言，您怎能信一个来路不明的外人？侯赛因将军还请慎言。无妨，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但眼下白金国大军已在途中，不如就按将军的意思。哼，死心吧，我是绝对不会认可你的。师父，对不起啊，侯赛因将军他是父王的旧部，只是太担心国家安危才如此焦躁。我明白，有这样一位护家心切、敢说敢言的将军是国家之幸，我不怪他。而且他今日的反应早在我预料之中。什么？你早就料到了？当然知道，当年你诸葛师兄初出茅庐时，关羽、张飞2位将军也这般瞧不上他，觉得书生不懂打仗，连博望坡的军令都不愿领。放心吧，一切都在为师的计算之中。传我命令，将第一精英小队的所有力量都集中在第1道防线的 C、D 2点，给我架好枪炮。白金国的家伙绝对会从这里突入，把他们全拦下来。遵命，将军。国师的兵书上说，白金国的主力将会从 B 点和 F 点突入。什么国师？都别干等着了，速速就位。是。报告将军，我们得胜了！白金军的主力果然是从 C 点和 B 点突入，弟兄们按照您的部署伏击，把他们杀了个屁滚尿流。好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大事不好了！大事不好！报告将军 ，B 点和 C 点是诱饵，我们的人线身后，反手就有2波军队从 B 点和 F 点出现，对我军形成4面包夹之势。什么？糟了，这是白金军的陷阱！我该死，是我害死了他们啊！报，第一小队撤回来了，他们安然无恙。什么？安然无恙？将军，我们回来了，敌人狡猾设计，我们没能守住第1防线，还请您恕罪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真没想到，在那等险境之下，你们居然还能逃出升天。我们当时也绝望了，想着死马当活马医，拿出发的兵书看了一眼，没想到上面居然料到了我们的境况。兵书？你是说夏国那小子写的那个？对呀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没想到国师居然完全料到了敌人的计策，时机、地点全都分毫不差。这么邪门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我们按照兵书上的指示与敌人周旋，不仅全部逃了出来，还一口气干掉好几10个呢。将军，我们国师真的有点本事，如果不是他神机妙算，我们恐怕已经全军覆没了。哼，什么神机妙算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战场情况瞬息万变，哪有人能预料一切？可是将军，我看国师的兵书写的内容都不无道理。罢了，我允许你们把上面的战术当参考。哼，什么料敌于先，什么神机妙算，一派胡言。光看开头这部分，
好像还勉强有几分道理。哎呀，侯赛因将军带兵御敌都已经过去1天1夜了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该不会出事了吧？白金国可是10万大军，我们只有1万人马，恐怕凶多吉少啊！师父，侯赛因将军他不看您的兵书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小帕尔别急，你只需要倒数3秒即可。倒数3秒，3、2、1，报！侯赛因将军凯旋归来，我军大获全胜，将军还反手占领了白金国的西境关口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不愧是侯赛因将军。侯赛因将军不愧是我们珍珠国第1大将。哎呀，坏了！侯赛因将军本就不服国师，现在肯定会对国师发难。对呀，到时候陛下夹在中间，两边都不好得罪。侯赛因将军到。恭喜侯赛因将军凯旋，此战将军居功至伟，我必重重封赏。多谢女王陛下。不过在接受封赏之前，我有话想对那一位说。果然，将军一回来就对国师发难。老臣向国师殿下谢罪。我紧张到出现幻觉了吗？啊！侯赛因老将军居然对国师行如此大礼。侯赛因将军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老臣愚昧了，我无视国师的劝阻，一意孤行排兵布阵，却没想到反而中了敌人的奸计，险些让将士们全军覆没。可是没想到国师神机妙算，居然连老臣意气用事这一点也考虑进去了。老臣一开始还将信将疑，然而敌人的每一轮进攻都与兵书上写的分毫不差，我们遵循兵书的指示反击，每一次都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我这辈子都没想过，居然有朝一日能反击白金国，占领他们的营地关口。此战功不在我，全在国师。原来是这样，师父，这些全都在你的计算之内吗？那是自然，让外必先安内。这第一战御敌只是顺带的，让侯赛因将军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只要拿出实际，想必侯赛因将军也并非不通情达理之人。老臣有眼无珠，险些酿下大祸，再次向国师致歉。从此往后，老臣为国师马首是瞻。这是从白金国营地缴获的上等佳酿，我严令将士们一口未动，特意带回献给国师，聊表敬意。罢了罢了，我不饮酒，还是将军拿去和将士们庆祝吧。今日是我珍珠国大喜的日子，我决定将今日立为护国节，打开国库，摆酒设宴，全国上下一起欢庆。女王陛下万岁，国师万岁。师父，您真是太厉害！侯赛因将军一生骄傲，这辈子从来没有服过什么人，却没想到仅仅1天就对您言听计从了。那是自然。不过今天这战虽然胜了，但再往后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啊，这是为什么？30天往后，天机就变得浑浊不堪，难以推算，仿佛是受到了谁的污染。污染？那究竟是什么人做的？凡人是无法做到的，能影响天机的只有神，恐怕是来自西方世界的神明。你们这群废物，我向珍珠国宣战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可至今却连1寸土地都没有打下来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白金国在诸国间的威严将不复存在。陛下，请您息怒，这都是有原因的。哼，原因？我们可是有着10倍于珍珠国的军力，你告诉我，能有什么原因？据说珍珠国遇见新来的个国师，是一个大夏国的年轻人，那国师是个魔法师，不，按大夏国的说法是个神仙。区区一个会用魔法的东方毛头小子，就让你们全部束手无策了？一群吃白饭的废物，都退下吧，本王自己想办法。我尊敬的主人，堕落天使路西法大人，求求您施舍的恩典，救救您卑微而诚恳的仆人吧。我可爱的仆人啊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认识到人类的贪婪是真的没有极限啊。
哈哈哈，这么多年，你靠着我的力量才扩张了那么多势力，白金国的国土和财富都已翻倍。没想到你现在还不满足，居然还想祈求我亲自出手。伟大的主人，如果不是实在万不得已，我哪里敢请您亲自出手？只是刚才您也听见了，那大夏来的神仙实在是过于诡异，我们完全对他没办法。大夏来的神仙，他不是什么凡人，碰巧学了点法术，到珍珠国去装神弄鬼。这种小角色，我随手就能掐死。没错，毕竟您可是路西法大人，天地之子，我尊敬的主人啊！求求您出手，教训那个大夏人，彰显您的神威吧！这里到底是我们西方神界的势力范围，确实没道理让一个东方法师横行大脑。主人这么说，您是同意出手了？当然，我可爱的仆人。当然，你别忘了，要让我出手，可是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没问题，无论您是要多少金银财宝、极品美女，还是那珍珠国的女王，您忠诚的仆人，我都会着力为您献。我最想要的就是你的性命，真是美味。这贪婪到极致后自取灭亡的绝望灵魂，真是品尝多少次都不会腻。那么接下来就该去履行诺言，狩猎那个大夏来的法师吧。不知道东方人的灵魂品尝起来是什么滋味的呢？去王宫内找那个大夏法师稍微有点麻烦呢，所以干脆一口气将王宫全部轰飞吧。师傅，您没事吧？哦，不碍事，是为师自己没控制住力道，捏坏了茶杯。啊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您稍等，我去给您换杯子。不用了，为师稍微去处理些事情，晚些再来。差不多了，这个威力足够把整个珍珠国从地图上抹去了。再见了，未曾谋面的大夏法师。什么？居然有人挡下了我的攻击？原来如此。你就是白金国幕后的西方神明，你就是给珍珠国撑腰的东方法师。本以为只是个学了点三脚猫功夫的杂鱼，没想到还有点本事，居然能挡下我路西法大人的攻击。我是通天至上神迷，快滚吧，我对你没兴趣。这里毕竟是西方神界的势力范围，要是一不小心宰了你，玉帝老头那边啰嗦少不了。口气倒还挺猖狂，可惜通天大圣沉迷，没听说过。你的命我今天是要定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就是挑衅我的下场。就算你有点本事，也扛不住这么多攻击。就这点能耐，2000年的岁数，只练出这点东西。什么？翅膀，我的翅膀！你个混账！你居然敢毁我的翅膀！不好意思，快滚吧！你在西方神界应该也只是个小人物，败给我不丢人。小人物？你居然敢说我是小人物！好，这是你逼我的。大夏人，睁大你的狗眼看好了，以我雷霆净化世间一切邪恶，受死吧，东方人！这就是和本座作对的下场。然后呢？什么？你这法宝还算不错，可惜了，你的本事着实差了点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可是活了2000年的大天使大恶魔路西法，你凭什么？2000年，听上去似乎挺有分量的。只可惜，我从上古时代存活至今，光是蹲耗子的时间就比你的岁数还长。上古时代存活下来的，怎么可能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东方神界还有这么一位主神级别的大能。不怪你，玉帝老头嫌丢人，刻意封锁了我的传说。你只需要知道，当初大闹天宫，猴子是跟我一起的就行了。
你怎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？很快吗？啊，对我来说，基本和散步一样。倒是你，2000年的岁数，居然只练出这点本事，难怪只能躲在背后操控凡人。我不信，什么上古时代的通天大圣，全是胡扯。我可是2000岁的大仙使，天地之子，怎么可能打不过你一个东方法师？哼，这是父亲赐予我的保命法阵，能防御主神以下的攻击。放弃吧，大夏国的凡人法师，我承认你有些本事，但你绝不可能突破天地的防御。哦，是吗？东方的天地我也不是没揍过，西方的大概也差不多吧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保命法阵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法术？法术？修行2000年了，你的认知还停留在这个阶段。记住了，这不是什么法术，这是纯粹的力量。我错了，我不该找珍珠国的麻烦，不该跟你作对，求你放了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没办法，只能用这最后的地方。这招可是撒旦阁下教给我的，就算这大夏人有天大的本事，中了这招也绝无存活的可能。我这里先假意服软，等他大意后再……我的6亿！我不知道你准备用什么阴损的招式，不过你真以为我察觉不到吗？唉，到底是西方神下这个邪门歪道。神迷陈大圣，还请您手下留情。撒旦叔叔，你快救救我！啊，撒旦啊！哎呀，当年诸神大战的小喽啰，听说最近当上地狱之主了。好大的名气啊，居然还敢对我指手画脚啊！不敢。陈大圣，请您饶路西法公子一命。路西法公子乃是天地之子，是整个西方神界未来的希望。我奉天地之命，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带他离开，还请您见谅。带他走？行啊，我没意见。真的吗？那就多谢陈大圣。但是，在这之前，什么？陈迷，你居然敢！多新鲜啊！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我不敢的事情吗？既然他已对我释放出杀意，那我杀回去，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把他带走了，还是说你准备在这里和我动手，然后和他一起躺在这里，等着第3个西方神来收尸？陈迷，你记住，你这是与整个西方神界作对，你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好啊，我拭目以待。师傅，您真的要走了吗？小帕尔，已经没有人能威胁到珍珠国，光凭你自己就足以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富强。要不您留下来，您什么都不用做，徒儿花钱给您养老。是啊，国师，拜托您。为师现在呢，稍微有点小麻烦，我惹了本地的一个地头蛇势力，确切来说是整个西方天界。啊，整个西方天界？为师倒不怕他们，但若是一直留在这里，难免会将你和珍珠国牵连进来，所以为师还是先离开。既然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您可得答应我，等结束了一定要回来见我。好，为师答应你。恭送师傅。恭送国师，愿国师平安归来。天帝陛下，这便是事情的所有经过。那陈迷无视我的警告，依旧坚持向路西法公子出手。东方神来我地界，杀我天子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我这就派人前往东方天庭，
找那玉帝讨要个说法。不，找东方玉帝为优。通天大圣虽无神职，却也是东方最古老、最强大的神奇之一，并不受天地律法限制。但是，臣迷杀我爱子，辱我天界，无共戴奸。既然东方玉帝不肯出手，那就西方天界亲自派兵讨要说法，传我旨意。天使军团、恶魔军团即刻整装，由撒旦亲自带队，不计代价讨伐臣迷。谁能斩下他的头颅，我便赐他无上神力。讨伐臣迷，血债血偿。总算来了。西方神界的动作真慢呐，居然害我等这么久。臣迷，你斩杀路西法公子，辱我西方天界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若是识相，就乖乖束手就擒，随我们回天界领罪，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。想要让我束手就擒，光凭你们可不够吧？啊！西方天帝那个老登啊，也是个缺德货，死了儿子不亲自下来报仇，反而让你们这群手下人来送死，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是好。猖狂！讨伐你，何须陛下亲自出手？异端，受死吧！想不到你居然这么弱。吸引注意力，该我得手。什么？小人听令，全力攻击，给他喘气的机会。你们以为这种风风雨雨能伤到我？这是好机会，机会抓得不错，可惜还是太慢了。你们还有谁想上来试试？或者干脆一起上好了。但大神界合力出手都敌不过他，这种恐怖怪物，我们怎么可能打败他呀？怎么，你们不是要给太子爷报仇吗？怎么现在没人敢上了？啊！不愧是通天大圣，这既是你的优势，也是你的弱点。弱点？难道你认为所有人一齐上阵就能打过我了？笑话！陈迷，我们虽然打不过你，但却有的是办法来牵制你。如果我打听的没错，你在这个时代收了好几名凡人徒弟，对吧？混账！你居然敢拿我的徒弟们来威胁我！西方神界邪门歪道，难道就只会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？就算你神通无敌，但说到底也只有一个人。谁说我师父只有一个人？什么人？这是东方神的气息。天书是教书，降龙罗汉李清虚元妙真君张君宝，恭迎师傅，恭迎师傅。我等弟子愿随师傅当庭显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东方玉帝向我们西方天界开战吗？玉帝老头肯定没那么大方。我在山下待了2000年，教了1000个徒弟，有100-200个得道成仙，也不奇怪吧？撒旦阁下不必白费心思。早在师父察觉西方神界异动时，我等已分派师兄弟护住所有凡间师弟师妹，你的后手早已被我们瓦解。这怎么会这样？你们怎么知道我的计划？哼，师父他不仅实力无双，智慧学识更是洞察天机，算无遗漏。你那点小伎俩，在师父面前都是透明的摆设。师父，那西方神界有意害您，只需您一声令下，我们就随您打上西方天界，讨要公道。
愿随师傅打上西方天界，讨要公道。诸位徒弟有心了，为师失心甚慰。不过带你们杀上西方天界一事就免了。师傅，为何？西方天地如此如你，此仇不可不报。我等师兄弟愿随您冲锋陷阵，何惧西方众神？对啊，师傅，师兄弟们学艺有成，如今在天庭皆为一方栋梁，绝不会拖您后腿的。杀上西方天界是自然的，但相比这些，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凡界的师弟师妹们还需要你们守护。你们或习武功，或研科技，或护历史，或掌国政，都是这世间的栋梁。西方神界若有残余势力作乱，还需你们出面镇压，护凡尘安宁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初我和猴子大闹天宫，最后名声传说全落到他一个人身上去了。为师虽不嫉恨，但说到底还是有点不爽。机会难得，这一次我要一个人打上西方神界，再演大闹天堂的传说，让我通天大圣的名号响彻整个世界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祝您旗开得胜，五运昌隆。我相信以您的本事，必然能将那西方天堂杀得片甲不留，创造不亚于当年孙大圣的传说。恭送师傅，祝您五运昌隆，再创神话。这里就是西方天界，倒也算是颇有气派，有资格铭刻我的传说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杀我独子，杀我身，如今还敢闯我天界圣殿，让我西方天界无人不成。今日本座便亲自出手，将你挫骨扬灰，为我儿报仇。好啊，来吧，让我试试你的手感，与那玉帝老头有何不同？